公。怎么了，老婆？你晚上早点回家，我给你做好吃的。好嘞。哎，你好像有段时间没给爸妈打电话了。哦，这个星期我是忘打了，我一会儿就给他们打过去。我挂了啊。嗯。儿子，我和你爸爸在散步呢，啊，哎，我听老汪说你的茶叶生意做得很好，你爸爸说生意好比什么都重要，啊，我和你爸爸经常散步的，你有什么事儿就打我们手机，哈，我要买东西了，啊，佳明，先挂了啊，再见啊，拜拜。儿子，你刚才说得很好，千万不能告诉他我又住院了。咱儿子聪明着呢，你说你能瞒多久啊？能瞒多久是多久。我们儿子因为现在懂事了，我就不能让他太牵挂。何况他忙于工作，还要照顾家庭，不能让他分心。阿才，儿子现在这样好，跟他背后那个女人是分不开的。于小强是一个很不错的儿媳妇儿。我就知道你会跟我说这个事儿。你现在的首要任务就是好好的养病，等你出院了，什么事情都好说。听口气，你对这个儿媳妇儿是默认了。我没这么说。阿才啊，我想了想啊，其实啊，我比你有福气呀。瞎说！你看看，你都躺在病床上了，还比我有福气？福气在哪儿啊？在哪儿啊？你想，万一我真的走在了你前头，那我临走之前，我老伴儿还陪在我身边，我不孤独啊。鲍有余，不许说这种丧气话。你想去哪儿啊？你一个人跑到那边享清福，把我一个人留下。再说了，你舍得吗？舍得吗？舍不得呀。舍不得你还瞎说。哎呀，可是老天爷，他要先招我去，我舍不得，也得跟你说拜拜。想跟我拜拜啊？没那么容易。你听好了啊，我们还要儿子带着儿媳妇儿，带着毛毛回来呢。你还是忍了。有余，我知道你现在最大的心愿就是认儿媳妇这个事儿。你要向我保证，好好的养病，早点出院。我就向你保证，认这个媳妇儿。哎，这样想就对了嘛。以后就得这么想，家好，人也好，人好了，家更好啊。有余，你说了很多话了，睡一会儿吧。你好，小姐，请问你找哪位？啊，你好。你好，不能自己睡，你好，在这里。
没事。你怎么来了？哟，规模搞得倒是蛮大的呢，也不晓得生意好不好，不会只是个空架子吧？生意好得很，开业没多久，我们网上的销售业绩日日翻新高。哟，那我要恭喜你哦。哎，我跟你说呀，自从你走了以后呢，我那边的生意也好得不行。哎，我前一段时间啊，我还在网上登了招聘广告，结果你猜怎么样？好多帅哥来应聘的。不正合你意吗？都能招进来。人家也是这么想的。包家明，包家明呢？包家明不在，出去了。人家大老远拿面包过来，想给你们尝尝的，结果也不招待人家坐一下，真是那么不懂礼貌。哎呀，我店里的新产品，本来呢是想拿过来给包家明尝尝的，没想到他人不在。算了，拿都拿过来了，扔掉也怪可惜的。便宜你吧。看什么看呀？都是人家亲手做的，味道比某些人做的好吃多了。味道怎么样？糖放少了，奶加多了。都说了你多少回了？不可能呀！我都尝过的，味道很好的，好吧？不是这个我很好吃啊。有空去家里坐坐啊。午餐时间工作很忙，吃完就走了。我知道你忙，所以已经帮你点好了。我已经看到了。咱们两个呀，可以边吃边聊。什么事儿非得把我拉出来说？嘟嘟辞职了。小熊啊，刚刚告诉我的，说他呢一上班就向佳明交了辞职信，交完了就走了。也就是说，他以后再也不会在你老公面前瞎晃悠了。哟，于小强，我还没看出来呢，你倒是蛮厉害的嘛！啊，不动声色的就把你心中这块大石头给搬掉了。哎，说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聪明的女人就是自己不用动手，干净利落的把潜在的威胁给除掉。不是你想的那样的。那是什么样子的啦？我以为你听到以后会特别的开心，特别的愉快，特别的高兴。我现在特别的复杂。为什么？昨天晚上，我跟佳明把话摊开说了。哦，我觉得他不应该让嘟嘟有错觉，让他误以为他们俩还可以旧情复燃。啊？你就是这样直接跟佳明说的？啊。哎呦，那他肯定跟嘟嘟讲了，要不然他怎么会辞职呢？可我心里想的也不是让他辞职啊，我只是想提醒佳明，在男女关系上，特别是在已经有婚姻的情况下，作为男人，你就不应该给别人没有意义的希望，这样对所有的人都不好。你说来说去，我都听糊涂了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啊？我在想，嘟嘟现在没有工作了，该怎么办？小熊已经告诉我了，说嘟嘟已经找好下家了。真的吗？嗯。哎呀，这样我心里还能舒服点儿。
不然我也很不安的。哎，你说我是不是太紧张了？我是不是太敏感了？我是不是太不信任我老公了？你说佳明会不会怪我呀？这个不好说。那我是不是得找时间跟嘟嘟解释一下呀？哎呦，你有那功夫跟他解释，你还不如好好想想看你老公包佳明呢，想想他到底要什么，你能真心实意的为他做点什么。周律师跟我说，你去跟他咨询过离婚的事儿，对吧？对。如果你决定了要离婚，经济上有什么要求呢？你可以直接找周律师谈，我不会有任何意见。我现在唯一想做的事儿呢，就是让我妈开开心心的多活2年。老人家这岁数了，也是活一天少一天。我知道我们之间存在问题，难道你一点都不想挽回吗？我挽回了，我也努力过，但我无能为力。可我又不愿意看着你这么痛苦。如果离婚能够让你解脱，那也好。我买了去澳大利亚的机票，等我回来再说这些吧。你笑什么？你除了拿这个离家出走当做逃避问题的办法，你还有什么？逃避也是一种态度。符合你的风格。如果我能爱你少一点，我就不会那么痛苦了。你的爱已经让我很痛苦了。那是因为你不懂我的爱，你一直活在你离婚的阴影当中，所以我们结婚以后，你才会那么的绝望和疲惫。看来，现在即使我做到了，也都没有意义了。我想最后问你一句，你还爱我吗？我心累。嘟嘟今天辞职了。啊？他辞职这事儿，你为什么不跟我说呢？我不说你不也知道了吗？那如果别人不告诉我，你也不会告诉我的，对吧？你是不是还有别的事儿也瞒着我呀？我有事瞒着你？还是你有事瞒着我呀？我瞒你，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好好想想，有没有事瞒着我？我没有任何事情瞒着你，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无话可说。嘟嘟辞职，你怪在我头上，对吧？你觉得肯定是我的原因。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，那我去找他，我把他请回来。还有，如果我去你们公司，你觉得不太好，那我以后就不去了。你说完了？你是怎么看我的？你说嘟嘟辞职是因为你，那你的意思就是我跟他有什么了？我也没有这么说呀。因为他要逼着你，所以他要离开这家公司，离开我包家明，因为他待不下去了。你有没有发现你有个最大的问题？主观、独断。什么叫我主观，我独断？我就是一个凭感觉生活的人。我是讲事实的人。反正我觉得你有点不一样。我当然不一样了。难道我永远都是一个无知懵懂的少年吗？老公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是不相信你。就算不是嘟嘟，要是每天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孩在你身边转悠，那我也不放心。你这2天睡觉，每天晚上都背着我，你怎么了呀？你转过来好吗？你说吧。你转过来嘛，我有话要跟你说。我要跟你说一件重要的事情，你转过来。转过来。说吧。我让小管去照顾毛毛的奶奶了。我爸跟姑妈一直想带毛毛，
我想把毛毛送过去，我们2个人就可以过2人世界了，好吗？行。我要和刘光耀离婚了。我知道和你说这个有些唐突，可是有些话我必须和你说清楚。虽然你跟光耀已经离婚了，可是，在老刘和他妈妈心里面，你依然是刘家的媳妇儿。特别是这次妈妈住院以后，你无微不至的照顾，更让光耀后悔当初和你离婚的决定。要不然，他们也不会那么毫无顾忌的在我面前夸奖你怎样的贤良淑德、温柔大度。兰心，你今天能来找我，我觉得你的心里还是放不下老刘，放不下那个家。我放不下有什么用啊？现在是那个家根本容不下我。我打算离开一段时间，明天我就去澳大利亚了。我想跟你说，我走了，刘家的大门随时为你敞开。你是怎么想的呀？我现在已经结婚了，我也有我自己的家了。我现在跟那个家的联系，只是因为孩子跟他们家有割不断的血缘。我跟那个家已经断了，永远的断了。你们俩走到这一步，我说什么话都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你要去澳大利亚了，今天忽然来找我，我想你的内心一定很痛苦，你也找不到出口。我们俩坐在这儿谈话，老刘看见了，佳明看见了，都会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兰心，你做什么样的决定都有你自己的原因。我也有过像你这么无助的时候。我想告诉你，谁也不可能真正帮到你，只有靠你自己走出来。你出去散散心吧，就当是场修行吧。阿姨好。哎，喝点饮料。放松。哎，妈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叫熊德南，今年28，身高1.2米，身高172，体重180。你要和我们家芳芳谈恋爱啊？那你先说说你的优点和缺点吧。我优点可多呢。第一，我身体好，我愿意为芳芳做牛做马，任劳任怨。第二，我心眼好，我会始终把芳芳放在我内心当中的首位。是这样的，我爹妈走得早，所以芳芳是我最重要的人了，她就是我的唯一，是我的第一。第三，我上得了厅堂，下得了厨房，什么洗衣拖地这事儿我都能干的，反正就是司机、保姆、丈夫，我都一个人担了。芳芳，那你们家的房子？啊，房子我现在这边还没有买，但是首付我已经付得起了。哎，你放心，我还年轻，而且我还在创业，我一定会给芳芳买一套大房子的。其实说到房子啊，我们家房子还挺大的。要是你们俩真的结婚呢，就住在家里好了。我也不是那种只爱票子、房子、车子的丈母娘。对的，对的。真的，阿姨您人太好了，您真是个大好人。哎，别忙着拍马屁呀。那个妈，他是不是该说缺点了？哎，说点缺点啊。对，缺点，第一，我怕您；第二，我怕芳芳；第三，我怕您和芳芳。那个，我怕，哎，我都不知道我说些什么。那个，其实我也不想怕你们的，但是每次看到芳芳，我就没办法了。可能没办法就是爱情，爱情就是没办法了。哎呀，好了好了，你绕来绕去把人家都听糊涂了。你要是不会说，你就少说一点啊，少说点。啊，我们家芳芳啊，就是脾气有点急，没事儿，一家人不用怕不怕的，你就接着说缺点。继续啊。那个芳芳让我少说点。你是听她的还是听我的呀？那个阿姨，我当然听您的了。啊？不是我听芳芳的。
不是，阿姨啊，芳芳，你别这样，你们这样就好像两个人掉到海里，我应该先救谁一样的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阿姨，我不会说话，我说错了，对不起，我走了。哎呦，妈，你干什么啦？太可爱了，太可爱了，我蛮喜欢他的。你喜欢他？哎，人家都被你吓跑了，好吧？我真的很喜欢他的。我跟你说，他这样可以一辈子对你好呀！快去追！什么啦？你真讨厌，讨厌死了！哎呦，讨厌死了！哎，胖子，等等我，胖子！哎，胖子，你给我站住！胖子，给我站住！哎，我叫你呢，你没听到啊？你是在叫我吗？废话，我不叫你叫谁了？你看看这周围有比你胖的吗？哎，我问你啊，你话还没说完，你干嘛跑掉了？对不起啊，芳芳，我好像又搞砸了。其实我真不想这样的。我昨天在家想的可好呢，好不容易来你们家了。今天我原本想逗得伯母开开心心的，她开心了你就开心了，你开心了大家都开心了，大家都开心了我才能求婚，对吧？你刚才说什么？我没说什么。你要向谁求婚啊？你说呀！芳芳，我发誓，我一定会对你好的，我会好好爱你、疼你、呵护你、保护你，这辈子、下辈子、好几个辈子。你相信我，从今天开始，我的一切都是你的，我的钱是你的，我的卡也都是你的，我的车是你的。我虽然现在买不起房子，但我一定会买的，而且房产证上只会留你一个人的名字。芳芳，嫁给我吧。你有毛病啊！哎，你是不是偶像剧看多了？多大年纪了还搞这一套，真是的，讨厌！哎，你干什么啦？我没说答应你啊，我没有说答应你啊，你干什么啦？我说过的，我一定会给你变一个最棒的魔术。小熊，我有一句话，也一直想对你说，你是我在这个世界上见到的最好、最好、最好的男人。哎呀，终于回家了，哎，这回高兴了啊！高兴啊！来来来，回家的感觉真好。哎呦，哎呀，啊！您呀，好好的歇几天，回头啊，咱们还是得去做那指甲手术。不做，我就不愿意动手术，才吵着回家。可人家医生说了，做一个指甲对您身体有好处，而且这只是一个微创手术，您不用害怕。不做，在医院待一天就是一天痛苦，我宁愿吃药。去，你去上班去。我今儿不去了，你这刚回来，我得陪陪您。儿子，兰心是不是叫你给赶走的？我不是跟您说了吗？他出国度假去了，您怎么就不信呢？可能是我在医院里边话说重了，他记在心里了吧？这事儿跟您没关系。
儿子，你要是还想跟兰心过下去，妈妈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认了。俗话说得好呀，要做好，大做小。我这阵子在医院里呀，看到那些生老病死，我也看透了。人生不就这么回事吗？好多事情呢，忍一忍，咬咬牙也就过去了，是不是？您说的道理我都明白，可是我们俩真难过得下去。其实啊，妈看得出来，你跟兰心呢还是有感情的。感情确实有，但是他对您那态度如果不改变，我还是不能跟他生活在一起。儿子，你对妈有这份孝心，妈可高兴了。可是别忘了，妈跟你说过，你的生命是掌握在你的手里，酸甜苦辣你自己知道。妈已经70朝上的人了，我的日子呀是过一天少一天，一天就是一天的数量。你不同啊，你还年轻呢，你活一天就得有一天的质量。我们俩都闹成这样了，您说还有什么质量可言？以后的日子怎么着，我也不知道会怎么样。儿啊，你是已经离过1次婚的人了，再要有什么决定，一定要三思而行。明白，不说这个了，您踏踏实实的。啊，对了，这小强听说您出院，问了问小管，问他愿不愿意再到他们家来。小管也挺愿意，我又让他回来了，现在出去买菜去了，估计待会儿就回来了。小强还是有良心呐，小管人也不错，不能亏待他。放心吧，我都给他加2倍的工资了。阿姨啊，阿姨，吃药了。怎么又要吃药了？哦，这个药啊是饭前半个小时之前吃的。你一天啊吃什么药，吃多少药，这先生都写在纸上了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吃错药的。我不是说你给我吃错药，我是看到这个药我就倒胃口。阿姨呀，你生病嘞，你又不肯装那个指甲，再不吃药怎么行啊？你放心，我一定会啊按照网上查的，专门给心脏病人设计的食谱给你做好吃的，让你的胃口啊好起来。小管呐，你真会哄我开心啊。开心了吧？那吃药。阿姨呀，其实啊，不是我会哄你开心，是大姐。这些网上的食谱啊，都是大姐给我的，她就是希望你啊多吃点，吃好点，能快点好起来。难为他有这片心，你见到他，替我谢谢他啊。哎，你在这照顾我，他们2个还要工作，毛毛谁带呀？哦，毛毛被他外公带到崇明去了。那么说，我一时半刻见不到毛毛了？不会的，不会的。大姐讲了，她每个周末啊都会把毛毛从崇明接回来看你的。难为他想的那么周到啊！没有福气呀，好媳妇没留住。对，出大事！姚总，这个多亏您的帮忙啊。好，我们继续保持合作。好嘞。
拜拜。出事了，出事了！你没看见我在打电话呀？不会敲个门啊？有个大美女来找你，有美女找我不是很正常吗？她还带了一把吉他，跟你当年那把一模一样。那你叫你来。这是鲍总。包家明，你还认识我吗？认识认识，颖儿嘛，嘟嘟的老同事。来，坐。不错嘛你，现在都开公司了啊。就是卖点茶叶。我以前小看你了。你是喝茶还是喝咖啡啊？我卖茶叶的。那首歌嘛。挺逗的。来，我给你尝尝我们新出的茶。啊，好。来，谢谢。怎么今天突然想到来找我了呀？我把这个拿给你。那不是嘟嘟的情吗？你还不知道呢吧？他现在跟我住呢。他搬到你那儿去了？是啊。他说他以前搬进那个房子是因为有个梦，现在梦破碎了，他待在里面只剩下伤心，所以他什么也没拿走，就带走了这把吉他。他现在还好吗？不好，特别不好。我经常看见他抱着这把吉他在哭，我想可能是这把吉他触动了他的伤心处，不让他天天见到可能会好一点，所以我就自作主张把它拿过来送给你。我知道你们以前的感情，我想只有你收下它是最合适的。他现在在哪儿工作呀？他没工作，他对你撒谎了。我呢，现在也不飞了，在一家公司经常要出差，把他一个人留在家里，我很担心。我能为他做点什么？他辞职是因为他想离开你，他是爱你的。我知道感情这种事情说不清道不明，我们外人也只能当观众。可是你能不能看在你们曾经是恋人的份上，即使你不能爱他，你能不能常常去看看他？我不在的时候，你也去照应照应他。好，那就拜托了。哦，这是我家的地址。谢谢。行，那我就先走了。哎，再见。慢走啊。你今天下午不是没什么事儿吗？你就去找一趟嘟嘟，替我劝劝他呗。你干嘛不自己去？刚颖儿都说了，嘟嘟现在还爱着我呢，我怎么能去见他呀？再说啊，万一这事儿被于小强知道，他又该误会我了，你说是吧？那要我怎么说？你一会儿去见了他，你就说，让他对自己好点儿，该放下的就放下，别再执着了。哎，反正差不多就这意思吧。你不是能说会道的吗？你就帮我组织组织啊。第一，别动不动就喝酒，喝酒伤身体；第二，远离开吻，从离婚的阴影当中走出来；第三，赶紧找份工作，工作让人充实，充实让人快乐，快乐才能转移注意力。怎么样？啊，挺好的。哎，但是你一会儿要注意分寸啊，你别让他觉得我特别关心他，最好是让他感觉这关系呢是介于老朋友和亲人之间，明白吗？这太难了，还是你自己去吧。我不是跟你说了吗？我现在不能去见他。你看见嘟嘟啊，他为了不影响我的家庭，他宁可选择离开，宁可选择一个人独自承受痛苦，他多不容易啊！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呢，善良的让人心疼。什么？地址啊？哦，他现在住在颖儿家，这是他们家地址。就是那个大美女啊。啊，行，我走了。喂，我今天想请你吃个饭呀。你说你为我妈那事忙了这么多天，我真也得谢谢你，好不好？啊，行吧。那这么着，我今天晚上来接你，咱不见不散。好的。老婆。喂，老公。
我正想给你打电话呢。我今儿公司有点事情，我可能要晚点回来。你要是做完饭，你就先吃吧，不用等我了。哎，那正好，我晚上也有点事儿，晚上光耀说要跟我一起吃个饭，我吃完饭就回家，好吧？他怎么那么有意思啊？好马不吃回头草，这道理他不明白啊？你别瞎说了，兰心现在要跟他离婚，我也正好想跟他聊一聊。啊，那行吧，祝你们用餐愉快。拜拜。回来了。对不起啊，让你失望了。怎么了？这家里一直没有人，我都给嘟嘟打电话了，但他手机关机。然后我左等右等，还是没有人来。但我担心你急，我就立马回来了。哎呀，你赶紧坐会儿，看你跑得满头大汗。来擦擦。这么着啊，一会儿我还是回去啊。他们总不可能晚上也不回来吧？你怎么那么积极啊？你到底等谁去？哎，什么意思啊？啊，天地良心啊！我可是都在为你办事，别以小人之心得君子之腹。好，我错了，行不行？晚上我做东，咱们俩喝2盅去。那好啊。哎，不对啊，今天你们家于主管放假啊？他给自己放假了，老刘约他吃饭。嘿，我看出来了，吃醋了吧？哎呀，不就是吃个饭吗？他爱跟谁吃跟谁吃去，我可懒得管他。我看出来了，你还在为你们家媳妇吃避孕药这件事在纠结，对不对？哎，你干嘛老是自己一个人憋着？你跟他摊牌就好了呀。来，咱们再喝一杯。喝的不少了。哎，这杯酒还得敬。哎呀，我妈这事儿，你这一直忙前忙后的，真的，心里都有，非常感谢。这第2杯酒啊，敬什么呀？咱就敬以前的过往吧，好的，坏的。来，我也回敬你一杯。我们以后都要好好的生活，最重要的是珍惜现在的生活。这杯酒我还真不敢喝。哎呀，珍惜现在的生活。我跟你说实话，自打你离开了我们家，我这生活就完蛋了。我现在想明白了，大不了离，再离一回呗。你怎么还笑得出来呢？人离一次婚就要扒一层皮，你知道那是什么感觉吗？就你出门看见房子不是房子，树不是树，人不是人，那太可怕了。你活得就像行尸走肉一样，你愿意那样吗？当初跟我离婚，你就是这感觉吗？当然。我以为你很坚强。我多亏碰到了佳明，他救了我。如果没有他，我不知道我怎么熬过去。这辈子还不了了，等下辈子吧。下辈子在哪儿呢？我不知道人有没有下辈子，但我相信一定有因果。有。要说我想啊，当初你说咱俩没离，日子会怎么样？我想是一定比现在好。跟你说实话，这是今天跟你说，我当时真没想跟你离婚。跟兰心也是一时之欢，可是事情出了，你是把我逼得太急了，太狠了。我是觉得你太可怕了，甚至是不可理喻。咱们离吧。哎，你如果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你如果当时对我更，大度那么一点儿，宽容一点儿，咱也就不会走到今天。现在明白了，离婚呀，有时候就是一念之差。可是就为那一念之差，你所付出的代价，可能是你的后半生。
说的太对了，一念之差，一念天堂，一念地狱，是吗？我们现在都人到中年了，经不起了吧？现在我们就是心情愉快，家庭幸福，是最大的幸福。如果我们现在再有一次人生的变故，说不好听的都会折寿的。南星去澳洲前来找过我，我也能感觉到他内心的痛苦。我觉得他是真心爱你的，他也很不容易，他比我还没有安全感，所以我想等他回来，你们两个人好好的谈一谈，离婚不要轻易的说出口，珍惜缘分，慎重考虑。天要下雨，娘要嫁人，随他去吧。老公，我好想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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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想你。你喝酒了，好大的酒气啊！我很清醒。你很清醒。你把药放回来。你为什么要瞒着我？你为什么要背着我偷偷的吃避孕药？我们结婚这么久了，我一直都想要一个自己的孩子，你不是不知道。可能我真的太幼稚了，我还等着你自己告诉我。还是小熊说的对，他说如果我不主动的把这件事情挑破的话，这事儿永远都不会有一个结果。于小强，我今天只要你说一句话，你到底愿不愿意给我生孩子？如果你说不，我包家明他妈的我也就认了。原谅我好吗？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。之前我是偷偷吃过避孕药，因为毛毛还小，工作上我也刚刚换了一个新的岗位，我们俩经济上也不宽裕。如果马上要一个小孩，我们俩肯定也照顾不过来。还有，我跟你在一起生活的也挺幸福的，我不想打破我们现在的生活。你的生活，你的工作，连毛毛这个孩子都是你的。于小强，你知道吗？这就是我跟你最大的区别。在我的世界里，我们这两个字是最重要的，是放在第一位的。你到底有没有为我考虑过？我每天都在想你。想怎么骗我？我没有骗你。那你在想什么？我是害怕。害怕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因为太爱你了，所以会怕你。你说的话我听不懂。你还记得结婚第一天晚上我对你说的话吗？我说我不在乎你比我大，不在乎你结过婚，我不在乎你生过孩子。我愿意娶你，我愿意跟你结婚，是因为我爱你。我包家明说到做到，这2年多了，我一直都是这么做的，你说是不是？是的。
于小强，你知道我爱你什么吗？我知道。可是现在我不知道了。那个时候你是那么的真实，我觉得我跟你在一起好轻啊。我愿意把我自己100%的展现在你的面前，就像一个孩子那样的天真。可是我没有想到，我的天真被你利用了。你一直都在骗我，你什么事都不跟我商量，你永远都是自作主张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我当成是你的丈夫？可能一直以来，我在你的心里就是一个孩子。你吐出来，你吐出来。你要干嘛？为了这个家，任何的事情，我都愿意跟你一起扛。别好不好？别这样。要去哪儿？我出去走走。跟你一起去。你别跟着我。我会回来的。喂，哪位啊？哎，我是颖儿。有件事我想还是应该告诉你。嘟嘟现在去机场了，今晚就回美国。什么？他要去美国？你出什么事儿了？干嘛一声不吭就走啊？本来就没想告诉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想从我生活里永远消失啊？这样你就能记得我一辈子。傻瓜，我怎么可能不记得你？还是忘了吧。本来我就不该出现的，也到了我该离开的时候了。你回去你能干嘛呀？那儿有没亲人没朋友的。也没有你。我太笨了，我不知道怎么处理。总是会想起你。为了你和小强姐，我还是离开比较好。不是，其实小强吧，他对你也没那个意思。你看他知道你要走了，他特地叫我过来见见你。他真好，见到你我很高兴。喂，我到了，你在哪儿？这样，我把我出发口方向走了，把车开过来啊。你等会儿，先别挂，我到了上面以后告诉你具体几号门。好了，我该走了。还有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好好照顾自己。还有呢？要是遇到一个合适的，
你千万得记住，日子要平平淡淡的过，才能长久。还有呢？偶尔也可以有点惊喜。那最后，想要个惊喜是吧？站住！你怎么在这儿？嘟嘟去哪儿？你管得着吗？没在一块儿了。你是不是劈腿了？我们结婚以后，他就没爱过我，他心里一直想着你。因为你不配。住手！快住手！你们干什么呢？喂，小强妈，我是于阿彩。哎妈，这么晚了，你找佳明吗？他在吗？他现在不在，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？他爸爸现在在医院抢救呢，医生说很危险。我打他的电话总是说不在服务区，你能不能赶快找到他，叫他赶紧来医院呢？妈，你别急别急，我们马上就赶。妈，小强，别哭别哭，佳明怎么没来？他很快就会来的，放心啊。爸呢？在抢救呢，这里就我一个人。他的舅妈、姑妈、姨妈都去旅游了，不过现在是在来的路上。可是这是人命关天，我一个人应付不了。妈，你别急，有我呢啊。佳明去哪儿了？怎么打不通他的电话？他出差了。出差？你不是说他一会儿就来吗？他怎么会出差呢？你是不是在骗我？我没有骗你，我怕你着急，我一定想办法联系上他啊，妈。他到哪儿出差？怎么电话打不通呢？他在飞机上，飞机上肯定接不到电话的。爸现在怎么样了？在抢救啊！你说他要是个有什么三长两短，他要是走了，我怎么办？妈，你别急，妈。你要是不嫌弃我，我接你去上海，咱们一起过，哦，妈。你还是再打电话联系佳明吧。哦，好。通了吗？通了吗？飞机可能晚点了，现在还没落地呢。你说要是联系不上他，他们父子俩就见不上最后一面了。妈，佳明一定会赶回来的，他一定会的。你别哭啊，你静一静，你心里念着爸，我也念着爸，我们都保佑他啊，妈。啊，好，啊，妈。
还在抢救。姚医生，你放心，我们会全力以赴。我现在去接另外一位专家。佳明，爸爸病危了，到处找不着你，我先赶回安徽了。我打你手机一直不在服务区，给你发信息你也没有回应。如果你看见留言，就直接赶到医院了。不是你总算出现了啊！你知道我跟小倩姐找了你1个晚上，到底去哪儿了？我手机坏了，你先把你手机给我。我手机电也不多了，这2天公司就交给你了，放心吧，赶紧走。病人，请你们进去一下。爸。爸，我回来了，佳明回来了，爸。佳明，别哭了，你爸爸看见会不高兴的。他希望我们都好好的活着，这样他才能够走得安心。妈，对不起爸爸。别说傻话。你说他会原谅我吗？会的，会的。佳明，万一有一天，爸爸真的离开了你，你一定要把我的骨灰撒在这片我辛辛苦苦劳动了一辈子的茶园里，让我在另外一个世界也能够闻到这茶叶的清香。来，妈去姨妈那儿了。姨妈怕妈太伤心，今天晚上就让妈住她那儿。啊。你见着我爸最后一面了。是。他说什么了？
他问你去哪儿了？你怎么说的？我说你出差了。他让我给你打电话，他想听听你的声音。我说你在飞机上，接不到电话。那爸爸他相信了。他还说什么了？他还说把茶园交给你，他就可以放心的走了。我爸他走的时候痛苦吗？他一个手拉着妈的手，一个手拉着我的手，然后我就看见心电图没了，可是他的手还是热的，他的眼睛是慢慢闭上的，很平静，很安详。生死离别我也经历过，我妈走的时候我还小，那个时候更害怕。我就想，我妈肯定是换个地方去睡觉了。人只有经历了生死，才能活人长大。佳明，小强，妈，你怎么回来了？你姨妈怕我难过，想让我住到她那儿去。我还没那么脆弱，毕竟这是我的家，有你们俩在这儿，我要和你们在一起。妈有件事要跟你们说，你俩到书房等我一下。小强，这是我们家祖传的宝贝，你看看。清末明初的文房四宝。小明爸爸活着的时候，就曾经说过，谁要做我们家儿媳妇儿，这个就给谁。他在医院的时候也嘱咐过我，让我亲手交给你。我现在，我交给你了。妈，小强，你就收下吧，这也是你故去的公公和我这个婆婆的心愿，你收下，就当是我认你这个媳妇儿了。小强，你收下吧。收下了吗？谢谢你。好的，好的。小强、佳明，从今往后，你们俩一定要继承我们鲍家诚信、宽容、厚道的家风，好好的，好好的过日子。妈，你放心吧。小强，你叫我妈叫了很久了，我到今天才认你，你不会怪我吧？妈，如果我儿子将来长大了，娶一个年龄比他大的，离过婚的，还带着一个孩子的，我心里肯定也不愿意。但是我刚才站在这儿，你给我送这几样东西，然后佳明站我旁边这一幕，我仿佛以前经历过，真的。也许前一世我们本来就有缘，所以这一世我们注定是一家人嘛。小强，你不知道，你爸爸有多喜欢你啊！他说你人好，说你忘我儿子，说你爸爸遇见过也好，说你是个好女儿，就一定是个好媳妇儿。唉，我要早知道佳明爸爸怎么匆匆忙忙的就走了，我就应该早点把你认下来。现在后悔也晚了。妈，怎么会晚呢？亲人永远都是亲人，我们现在不是一家人了吗？对对，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人。小强、佳明，你们俩都是我的好孩子。
要我帮忙吗？哎，别动了，进去陪你妈妈。走开。佳明，你看这张照片多好啊！这是你爸爸生病以后他自己挑选的。我想把它放在客厅里，这样呢，来来回回的人呢，还有咱们自己的家人都能看到你爸爸开开心心的，你爸爸呢也能看见我们开开心心的生活。妈，那你答应我，你也得开开心心的。好。哎呦妈，都快3点了，吃点吧。谢谢小强，谢谢。小强，佳明，你爸爸有遗嘱，不在家里设灵堂，不开追悼会，不吃豆腐饭，骨灰撒一半在茶园。我就是想问问你们，这丧事要不要重建呢？妈，那你的意思呢？我觉着还是应该尊重你爸爸。行，听你的。小强，我在布店呢订了点黑纱白布，说好3点去拿的，你去帮我拿一下吧。妈，就是那个桥对面那家布店吗？对，那我现在就去。好。我陪你去吧。不用了。包佳明，于小强刚才在这儿，我怕他生气，我是故意把他支开的。现在就我们俩，你告诉妈妈，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小强不是说了吗？我出差了，我在飞机上。你当妈妈傻？你当妈妈不懂啊？你要真在飞机上，那传过来的就是已关机，不可能是不在服务区。你根本就不在飞机上，你去哪儿了？妈，你就别再问我了。总之我没有做对不起小强的事儿。你骗我也就算了，你干嘛要骗人家于小强呢？啊？他都不计较我没有认他呀。昨天晚上我一个电话，他火急火燎地跑到了医院。你爸爸抢救的时候，他一直站在我身边。你爸爸走了，他跑上跑下，忙前忙后，都是他一个人，还替我帮你爸爸穿衣服。你这个做儿子该尽的孝没有尽到，他都替你尽到了。你必须告诉我，你干什么去了？我和嘟嘟在一起。嘟嘟，她不是嫁到美国了吗？怎么会又来找你呢？她离婚了，回国找工作找到我这儿。前些天她突然辞职了。昨天她朋友给我打电话，说她又要回美国，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。我想，我可能再也见不到她，所以我就去找她了。圈套，这根本就是那个嘟嘟耍的花招。嘟嘟是个什么女人，我还不清楚吗？当初我反对你们俩在一起，就是我一眼就看出她不是一个做老婆的料。你竟然还跑到机场去见她，那为什么会待了1个晚上呢？我在机场跟她拥抱告别的时候，被她前夫看见了，他就冲过来揍我，我们俩就打起来了，手机就是那个时候摔坏的。后来我们2个被带到了机场派出所，我在那儿做了1夜的笔录。鲍佳明，你是一个有老婆有家庭的人了，你怎么可以在你爸爸最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跑到机场去见什么嘟嘟？你对得起你故去的爸爸，对得起我，对得起于小强吗？妈，我错了，我跟你发誓，我跟嘟嘟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他已经走了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。哎呦，鲍佳明，你真气死我了！于小强要是知道昨天晚上你和另外一个女人在一起，他肯定会气疯的。他会做出什么举动？不用说，妈妈都想得出来。所以我才不敢告诉他。佳明，你千万不能告诉他，你就是编1万个瞎话，你也不能告诉于小强，昨天晚上你和嘟嘟在一起。于小强是个好女人，你不能辜负了她，你不能跟她说，听见没有？啊？
我妈跟我夸你来着，说你是个好媳妇儿。我爸临终的时候，你一直陪着他。小强，有你在真好。那是因为你不在吗？我必须跟你解释一下。还有这必要吗？我跟爸妈都说了，你去出差了，人在飞机上接不到电话，他们相信了。我不想骗你，昨天晚上我手机摔坏了。昨天晚上，我满世界都找不到你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你肯定是生我气了。那件事情确实是我错了。你可能跟朋友去喝酒了，可能去唱歌去了。我害怕你出什么意外，我想了无数种可能。我给芳芳、给小熊打电话，给所有我认识的你的朋友打电话，他们都给我的是一个答案：我们不知道佳明去哪儿了。在你爸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你在哪儿？你爸想跟你临终告别的时候，你跟谁在一起？一夜之间，爸已经走了。这个世界除了生死，都是小事儿，还有解释的必要吗？我去找嘟嘟了。你终于说实话了，我已经知道了，他已经给我发短信了。他说什么？他说谢谢你，小强姐，谢谢你让佳明陪伴我。你别误会啊。昨天他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去美国，已经在去机场的路上了。我想去问他为什么走那么匆忙，所以我才去找他的。就算是个普通朋友，不辞而别，我也总该去过问一下吧。你们俩是普通朋友吗？过问一下，你过问他还少吗？他没有工作，你就把他招到你的手下，天天上班陪着你。对了，你连你们俩以前的爱巢都就地重游了，感慨万千吧？他肯定后悔了，后悔当初为什么要离开你，不然他不可能到现在都留着你们俩以前用过的东西。你以为我是傻子？所以他上班的时候才会穿着超短裙在你的面前晃来晃去的，他的大长腿好性感呀！你们俩站在一起还是如此的般配，不像我站在你的面前又老又丑。我告诉你，包佳明，如果你想跟他重归于好，你们俩想旧情复燃，你想离开我，你跟我说，我可以放了你。我跟他什么事儿都没发生，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呢？我不相信。你背着我跟他在一起，你们俩一待就是一整夜，一整夜你们俩到底干了些什么？你让我怎么相信你？昨天我们俩在机场碰见凯文了，他莫名其妙冲过来打我，我的手机就是那个时候摔坏的。后来我们俩被机场派出所带走了，我在派出所待了一夜。碰见凯文了，他们俩不是已经离婚了吗？还有这么巧的事情？天哪，好浪漫呀！两个男人为了一个女人大打出手，还打到派出所去了。那肯定是你对人家做了什么。我什么都没做。我就给了他一个拥抱，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拥抱。恶心！恶心！你不用再给我解释了，你去跟你爸解释去吧，他已经听不到了。你能别再提我爸了吗？亚强，你说吧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已经想好了，我先陪着妈，等爸入土为安的时候，我就回上海。这些日子我跟妈住，我要照顾她，你自己住。一定要这样吗？是的。这些天我妈已经够伤心了，她如果知道我们俩这样，我怕她接受不了。那就别让她知道。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？不！小佳，就当是我错了，我求你原谅我行吗？不行。给我点时间吧。你知道我也是一个不能勉强自己的人。如果我现在心里恨你，我们俩待在一起会开心吗？肯定会更痛苦。你让我好好想一想，我们俩之间到底出现了什么问题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，我自己肯定也有问题。你让我好好想一想，你也好好想一想吧。你别说话，我现在不想听到你的声音。
强，哎，快坐。哎，哦，这是我从澳大利亚给你带的礼物啊，谢谢。你怎么脸色不大好呀？佳明的爸爸去世了，我回了趟安徽。哦，节哀。怎么样？转了一圈回来，心情好点了吗？好多了。不过，我还是没有勇气回家。现在住在宾馆里。你还没有回家呀？我怕回去添乱。你知道，婆婆容不下我。她那个人吧，应该还是个比较刚强的人。光耀的爸爸走得早，她一个人担起那个家，那个年代可能真的是很不容易。前段时间她住院，我去看她，我觉得她老了。咱们都知道，人老了进一次医院就查一次。我们都是女人，现在也都能理解了。她的内心还是很善良的。其实我不回家，还是因为老刘。兰心，其实我有时候想想你也挺不容易的。你是真心爱老刘的，你也承担了他的过去。就是我跟毛毛，以前我挺恨你的，现在我彻底想通了。也许你才是陪他走完一生的人，而我只能陪他度过那7年的时光。我们俩只有那7年的缘分。如果我没有跟老刘离婚，我也不可能碰到佳明。如果没有碰到佳明，我也不可能那么淋漓尽致地品尝到爱情、快乐、美好、生命的真正含义。所以你是我的恩人，我也应该感谢你。不瞒你说，我现在跟佳明也有一些问题，我也想好好的想一想。你也一样，如果你还爱老刘，如果你真的离不开他，你一定要倾听你内心的声音，然后你再做任何决定，你都不要后悔。谢谢你，小强。兰心，你会做出这样的决定，我很意外。周律师，麻烦你把这份协议转交给刘光耀。好。那么作为一名律师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我再确认一下：如果最后刘光耀先生提出离婚，你决定放弃所有财产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是。你这次从澳大利亚回来，转变真的很大。不管最后你的决定如何，我还是想多说2句。婚姻是一件特别神圣的事儿，而离婚就更需慎重。但凡还有一点感情存在，我都希望你们这个家庭能够维持下去。这和财产无关。谢谢你，周律师。进来吧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突然间改变主意，但我尊重你的意见。啊，另外呢，这个你拿着，我在里面存了300万，没别的意思。我想你将来如果生活的不好，我要知道了，我心里会难受。你还是这个样子，
我喜欢你开门见山的性格。我们这么久没见，难道除了这些就没有别的可谈了吗？抱歉，也可能是我太直接了吧。好，那咱们先聊点别的。怎么样？这次去澳洲好玩吗？不知道。什么叫不知道？你去了这么久。我根本不是去玩的，我是去办事儿的。我打算一辈子不回国，一辈子不见你了，所以我联系了一家澳洲的养老院，这次去是谈合同的事情。哦，是这样。看出来了，你对我们的婚姻关系确实是不抱任何希望了，心若止水啊。是的，我从家里出来，没有带走一样关于你的东西，哪怕是一张照片。可是有一样东西，我想了半天，还是装进了包里。是什么？我待会儿再告诉你。你听我把话说完。那天从养老院谈完事情出来，我就漫无目的的在街上游荡。我觉得我自己很好笑，像一个孤独的鬼。我正胡思乱想，有一个小伙子从背后窜过来，一脚把我踹倒，抢走了我所有的东西，跑了。啊？怎么会这样呢？你喊没喊警察？那个街道很僻静，周围一个人都没有，我都不知道喊谁。等我反应过来，脱口而出，我竟喊了你的名字，老刘。奇怪吗？奇怪。我以为你在我心里已经死了，可在那个时候，我居然喊你。我琢磨了好久，我终于想明白了。大彻大悟。可以这么说，你其实一直在我心里，可留下的是怨，是恨，是委屈。当我冷静下来，把这些一层层的剥落，我才发现，藏在最下面的是爱。这个比喻真好，是爱。你也这么认为？其实你也和我一样，对吗？对，我们的爱被太多的东西掩盖了。现在我可以告诉你，我装进包里的是什么了。我没舍得丢下它，因为它是我的家。现在选择权在你的手里。你是希望我留下他，还是留下他？儿子，你想明白了？想明白了。
兰心，你想清楚了，所以你们决定继续过下去，来征求我的同意。我还不能同意。妈，我知道我不是一个好媳妇儿，我做过许多错事儿，可是我知道错了。妈，你给我一次机会行吗？坐。兰心呐，我承认，一开始我对你就有成见，所以你嫁进我们家，我也没给你几天好脸色看。我自己也反省啊，我有很多地方都不对，所以如果你不能原谅我，我就不答应。你能原谅我吗？妈，刚才等你们的时候啊，我看见邻居家里灯火通明，传出来一阵一阵的欢笑声。我回到屋里一看，怎么落到这个地步？房子里冷冷清清，孤孤单单的。我多渴望你们回来，你们回家，我们也跟人家一样过得快快乐乐的。我们一家人好好把小日子过下去啊！另外，我的这枚戒指是我的婆婆给我的。我的婆婆对我不好，可是，在那个年代，也不觉得什么。戴上这枚戒指的时候，我告诉我自己，我一定要当个好婆婆，我不要跟我的婆婆一样。可是我做的不好，尤其是对你。妈今天把这枚戒指交给你，你要学着婆婆身上的好，改掉婆婆身上的不好。你愿意戴上它吗？妈，我知道您今天给我的不只是一枚戒指，您给我的是一个家。我知道家和万事兴的道理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您的女儿，您就是我的亲妈。我记得在我结婚的时候，您跟我说，让我敬爱我的丈夫，我一定会做到的。好，妈，我特别高兴。从今以后呢，我不再受你们俩的家伙气，我也特高兴，我有这么一个好妈妈，特别高兴，我有这么一个好太太。妈，您把这戒指亲手给她戴上。我的好女儿。妈，小强，带毛毛出来吃饭了。强，哎，肯定被车颠的吧？毛毛又睡了。又睡了。那正好。爸爸还想跟你聊聊呢。聊什么呀？跟佳明闹别扭了吧？而且别扭闹得还不小，是不是？他跟你告状了？以前呢，不管什么事儿，佳明都会跟我说。那就是因为这回他没到我这儿来告状，我才觉得这别扭闹大了。到底怎么了？他爸走的那天晚上，他跟嘟嘟在一起，一个晚上。
他跟你解释过这事儿吗？他说让我相信他。不管你信不信，反正我信，我相信，佳明他不会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情。嘟嘟还给我发了一个短信，他说：“谢谢我让佳明陪伴他。”为这事儿，你要是那么小心眼儿，那就是你的问题了。爸，你说夫妻是不是过着过着都会有问题的？是。所有的吗？是。但是你跟我妈就不是。你怎么知道？我觉得你这辈子心里面只有我妈，我妈心里面也只有你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不是吗？人呐，甭管是男人还是女人，这感情上多多少少都会碰到那么点事儿。你呢？插队的时候啊，有个姑娘喜欢我，我跟你妈结婚以后，一直跟她还有联系。我妈她知道吗？她当然知道了。天哪，那我妈不管你呀？那得看怎么管。你妈知道我是个有责任心的人，对这种男人啊，不管那就是最好的管法。阿强，你跟佳明的情况跟别人不太一样，毕竟你比他大。退一万步讲，万一有一天这佳明在感情上有了什么变化，你也要理智的对待。我杀了他。你说着说着没正经的了你更何况现在这个家里边，那还是你说了算吗？你这个舵要是掌不稳，那非得翻船不可。其实说来说去就那么几个词儿，啊，理解、包容、信任。老话说得好，家有贤妻，男人不做恶事。笑什么你笑？你说正经的呢，记住这句话啊。生命中的相遇是缘来有缘去，你是否会在意我孤单的美丽？岁月慢慢老去，是否还来得及说一声在一起？真的不容易。爱情的故事有悲也有喜，只要有你陪我在这里。生活在继续，难免有风雨，幸福就是相伴走下去。爱到底，我们不会再犹豫，在一起，永远不要再分离。爱到底，无论以后在哪里，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爱到底，我们不会再犹豫，在一起，永远不会再分离。爱到底，无论以后在哪里，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爱到底，我们不
远不会再分离。爱到底，无论以后在哪里，为了幸福，我们爱到底。为了幸福，我们爱。毛毛，画什么呢？哎，毛毛，你怎么把爸爸写给妈妈的信给拆了啊？哎呀，来，外公抱着。哦，哎呀，宝宝，这是爸爸写给妈妈的信啊，你跟着外公念好不好啊？啊，哎，这是小强，这是毛毛。哎呀，小强。毛毛又把球踢进了，可是跟我比起来还是差了那么一点。老公，你现在还能一脚把球踢进去吗？当然。我赌你不能。赌什么？如果我赢了，我就把你脸上这个包给挤了。那你已经输了。为什么？球不是早就进去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于小强，以后你少跟我打赌，你永远都赢不了我的，记住了吗？记住了。乖。妈妈。